OK，那这一款呢，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款就是比较俏皮一点的锁骨发的造型。相比于说上面一款呢，会更加的可爱，更加的减龄一些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在现场去使用的时候呢，尽量要去把卷度呢做柔一点，不要做的太卷。那全程呢，我采用的手法更多的是叫做正反卷的手法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操作。操作之前呢，我们可以提前把刘海呢夹一下，当然也可以操作过程当中去夹。刘海呢不要夹卷，给它带一个弧度就 OK。大多数刘海夹卷的呢，给我们的感觉呢都容易变老气，所以说刘海呢我们更多是带弧度。副刘海的位置找出来，副刘海今天这一款呢，我们用的是一个饱满向前的螺旋手法，把它做柔一点点，让它的副刘海位置呢变得可爱一点点。这边的副刘海呢也是一样的，提前把刘海呢处理一下。OK， 副刘海位置做一个饱满向前的螺旋。直接做柔一点，不要做卷。同样的，饱满向前相比于说我们上一款刘海的操作呢，它同样可以去修饰，但是呢，它的修饰呢会更加俏皮一点点，可爱一点点。如果你觉得发尾太卷了，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它滑柔一些，增加它的柔和度。OK， 整体的刘海做好之后呢，接下来去夹我们整体侧区的感觉。先将头发分上下两层，表区呢，我们这一次呢可以适当去留多一点点。底区呢，我会采用外翘的方式去操作，这样会导致我们整个发量呢会比较贴。然后它的头骨呢，大家都能看到两边会比较扁平的。那我待会儿去打造的过程当中呢，需要把上区呢稍微制造一点松散，所以说我们上区的区域呢可以适当留多一点点，但是呢。整体厚度还是不会超过我的底区。底区先将头发呢抛光抛顺，中短发抛顺只有一个方法，放在正下方去抛出它的圆润感和质感。当然，有的时候呢，你们会在现场遇到一些叫做沙发自来卷的。那沙发自来卷的，还是按照如果是中发的话，沙发自来卷的还是按照我们的长发 U 字区以下呢去收一下的方式去操作。底区呢，先去呈现一个外翘的感觉，外翘呢控制到1圈左右就可以了。重复操作，发尾呢进去只有半圈，往上卷，再去给它划掉，这样呢发尾不会太卷，同时呢发干会产生弧线。一般呢，一刀齐的头发，尤其短一点的头发，它的底区是比较难夹的，我们可以把底区呢单独去夹一下。单独把底区夹一下，然后再去一起操作，这样呢会比较方便一些。OK， 外翘的感觉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往上延伸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延伸呢会有诀窍，我们先把脸际的头发呢挑出来。那上一款呢，我们是打开脸型的操作，这一款呢，我们希望让它往脸型内部呢去修饰。所以说把脸际呢直接取出来，取出来之后保留外翘的感觉，稍微制造一个往内走的内扣，但是这个内扣呢，我们尽量让它制造一点点往前走的流向，这样呢，你的脸际呢头发呢会更加服帖，同时呢也会呈现更好的修饰。这
这样的脸基呢，它会更加修饰。后面的这片呢，我们就正常操作，做一个平卷向下去延伸卷度就可以了。不要做的太卷，不要做的太卷，太卷会很容易太蓬。加3个卷 ，OK， 底区的纹理感呢就好了。整个发型的视觉呈现呢会更加可爱一些。底区做好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再去做到表层的头发，先把它的头发呢抛光、抛顺，制造它原本的质感以及光泽。OK， 按照这样的分区呢，我们的表区其实是有点满厚的，不要把它分开夹一整层，还是夹一个正反卷外翘的弧度，先夹外翘。发梢呢，比我们底区的发梢呢柔一点点，半圈左右的卷度就 OK， 半圈左右。然后呢，往上延伸，上面所有的卷度呢，圈数尽量半圈左右就 OK。滑行的方式呢，让它走柔，再往上延伸。到耳垂以上的所有卷度呢，越柔越好啊，因为如果太卷了呢，待会儿我们整个发型容易蓬起来。夹到这里呢，我们去看一下，整个发型的凹凸感呢已经出来了。然后到上面呢，其实是比较难延伸的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去把区域呢分得更薄一点点。我们分薄之后再去延伸它的卷度，这样会更加方便。OK， 最后一点点呢，取一点点发根，把我们的头顶饱满度呢做一个支撑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整个侧区的纹理感呢，就基本上搞定了，是一个比较偏可爱、凌乱的蛋卷。那接下来我们去夹这一侧，刘海呢往后撩一点点，同样的确定分区，上下2层，表区呢适当厚一点点哦。如果今天夹的这款表区不够厚，它会导致你的发型呢上面压不住下面。其实这一款呢，上面的头发呢是很重要的，大概1/2上面少一点就可以了。底区的头发先将它抛光、抛顺，尽量呢电棒放在正下方去抛，正下方抛，这样呢会建立我们头发的弧线感，同时呢碎发不容易翘起来。抛完之后，同样做一个外翘，1圈左右的外翘就可以了。如果是不做其他的手法，或者说做短发当中，我们可能半圈做外翘就够了。那同样的，表面呢是很容易起卷的，但是呢发际线那一圈呢是不容易起卷的。我们可以把发际线的头发呢单独取出来，单独去夹一下。夹完之后再去一起操作，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头发呢都有卷度。OK 之后呢，取脸基的头发，不要一起夹哦，因为只有脸基的头发我们能够制造向前的流向，一起夹呢是很难去制造往前走的流向的。先把发尾呢给它弥补一下，发尾弥补一下卷度，弥补好之后呢，保留发尾的外翘。稍微往前走一个内扣的流向，电棒呢往前斜 ，OK， 有点像饱满向前的流向，增加我们脸基的纹理感，不要让所有的头发呢全部往我的里面走，外面扩。然后呢，后面这片呢就正常延伸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制造流向，用正反卷的手法呢。往上延伸就 OK。那接下来底区的手法呢就做好了。做好之后呢，把副刘海的位置呢，我们可以提前去补一下。副刘海的位置，副刘海位置呢做的是饱满向前1圈不到推掉，螺旋的方式呢去操作。这样操作出来呢，同样可以修饰脸型，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
收的位置以上呢，制造一个简单的饱满，看上去两边这块位置呢会更加饱满一点，不会像大多数刘海收完之后很尖的感觉。表面的头发滑通滑顺，直接制造我们的正反卷。那这种操作方式呢，是不建议大家去夹那种层次特别高、连接的特别圆的发型啊。然后一般都是建议尽量是一样齐的头发去做，就不要有太多层次的，不然的话你上面会和下面呢干嘛形成脱节。发尾呢做半圈就可以了，表面的头发发尾做卷了，它会很难看。做半圈，我们往上延伸就 OK。记住哦，超过下巴和耳垂以上的卷度呢，都要让它尽量柔一点点，不要让它卷。卷了呢，整个发型就很难控制了量感。你看，已经开始超过我们的下巴以及耳垂了。那往上走的弧度呢，我们就意识一下。发片呢比较厚，夹到这里呢，它会比较难操作了。我们把表面呢分薄一点点。然后呢，再去延伸我想要的卷度，这样呢，整个表面呢就会形成我们想要的这种凹凸感。OK， 最后呢，取薄薄一片，把我们的发根处理一下，制造一点点饱满度。OK， 整个侧区呢，同样的，这边也好了。整个发型呢，给我们的视觉感呢，就是稍微可爱减龄一点的感觉。那接下来整个侧区呢搞定了，我们再去夹我们的哪里呢？夹我们的后头部区域。那它的头发呢是有个高领，高领呢我们把领给它调整一下。OK， 后头部呢也是比较简单，然后我们把它分成同样的上下两层。上下两层的区域，表层呢大概今天的比例呢是1:1左右，但是上面呢比下面再少一点点，就 OK， 夹起来。底区呢，在这个长度当中呢，其实发尾的外翘是比较难做的，可以用我们刚才上一款的方法，当然这一款呢它会留得更厚，所以说。我们再把它分得更薄一点点，也同样可以去操作我们发际线的外翘。因为呢，全头都是呈现这种淡卷的感觉，后区呢，尤其是后区啊，发尾不能去呈现的太卷，太卷呢，待会儿我们后区的发尾会显得特别堆，因为会有一个肩膀做支撑，所以说我们把它控制到半圈，滑行的方式让它走得柔一点点。不要去给我的发尾增加过多的量感。后区呢，滑行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放在上方滑了，适当去除量感了。OK， 做一个外翘，半圈停留一下，直接滑掉它是没卷的，停留一下再去滑掉，它就是一个很弱的外 C。OK， 再去保留我们的上面的。区域，把底下呢全部做成一个 YC， 不需要有太多的变化。头发呢抛光抛顺，后头部的发量太多了，我们可以放在上方去抛了，因为呢这个时候不需要它的质感了，反而需要它的去量了。半圈。停留一下，带紧张力给它划掉，这样做出来的外翘是最自然，同时呢也是最不容易给后区的发尾增量的。半圈，继续。同样的，半圈到发尾，不要增加圈数，增加会很卷。停留2到3秒，直接带紧张力给它划掉。OK， 这样的发尾呢，既有外翘的感觉呢，又不会像我们很卷的外翘处在肩膀上形成这样的状态，所以说这样是最自然的。然后接下来表区，因为我整个侧区呢都是这种凹凸卷的感觉，那我们表区呢也可以这样去呈现。
但是我们可以提前预留一点点头发去做线条柔和。那这里呢，我就不做线条柔和了。那未来呢，如果你们遇到这种全头做蛋卷的，大家都可以在表面挑几根预留出来，防止呢你的正反卷呢做出来凹凸面太明显，反而显得不好看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用预留的线条呢去做柔和。所以说做发型呢，它不是一成不变，偶尔你要学会去演变，或者说去解决一些问题。Hello， 小姐姐，不要睡着了哟。OK， 头发滑顺，滑顺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全部做我们侧曲的手法。平卷向上，发尾呢半圈，不要太卷，太卷不好看。除了我们侧曲的底层发尾需要卷一点点，其他地方发尾都不需要太卷啊。因为侧曲呢，它需要弥补我们底区的亮感。如果你的发尾不卷呢，会显得底区呢很碎，没有亮，待会儿拍照的时候会有点不好看啊。OK， 做正反卷。小半圈就可以了，一直往上加热，加热到不能加热的时候呢，我们放掉。那表面呢，再去挑一点点，去制造一下根部的蓬松。这样呢，整个发型呢，整体呢会有点层次感。但是记住，顶发根这一步呢，都会把你的卷度顶歪掉，因为正反卷呢，角度一旦抬高都会歪。所以说顶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去分小一点点。哪怕它歪掉呢，也不会对我整体发型呢有太多的影响。如果分的太多，你再去顶它的根呢，歪的太多，它也不好看了。半圈停留一下，一样的操作。这样操作呢，其实操作一款发型呢，它是很快的，也不会有太多的难度。当然，同样的这样的方法呢，也可以用到我们的短发造型当中哦。同样可以用到短发造型当中，只是短发造型再去做的时候呢，大家需要去最主要的需要去控制底区的发量。一般呢，短发呢，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就是外翘。OK， 表面呢做一点点纹理，顶一下根儿，增加一下高度。那这样后头部的感觉呢，就基本上搞定完了。整体呢是一个这种凹凸分明的一个弱卷的蛋卷纹理。那接下来我们去用吹风机打散。那接下来我们用吹风机去打散，做最后调整。打一点点精油和发乳，那这种呢，其实就纹理感呢，它会干嘛？凹凸感会比较分明，纹理感呢也比较强，但是呢，它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流向的。也是我们经常网络上所看到的一些什么泡面啊，其实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做弱卷，而且这样的卷度呢又不会老气。一点点精油和发泥。均匀的先涂抹到我们的发尾，发尾呢是最需要质感的这个头发。涂抹好了之后呢，接下来从两侧进去，把所有的头发呢去给它捋散，捋散。从后部进去，把头发样也捋散。如果要拍一个背纱呢，把头发全部往后撩，增加我们表面的层次感、纹理感，这样的一个背影呢就 OK 了。最主要呢，我觉得还是去打理我们两侧的头发。OK， 来，接下来我们放到正面呢，再去打理。把所有的头发呢给它捋散、捋顺、捋散。OK，
刘海呢给它调整干净。底部的纹理感呢，给它散开，表面的这种松散的淡卷的纹理呢，把它呈现出来。少的一边呢，可以适当往耳朵后面夹一夹。副刘海呢，给它做干净。表面呢，做一些纹理的呈现。主刘海呢，可以用我们的梳子呢去做最后的调整，不要让它太呆板。用密齿梳去调整主刘海，把外侧的线条呢拉松一下，脸基的纹理呢干净一点点。OK。那我们这一款发型呢就搞定了。相比于说上一款呢，它会增加一点点表面的纹理，但是呢，它也不属于特别凌乱的感觉。那未来呢，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些比较偏可爱的女孩子，尤其染了一些浅色的女孩子，大家都可以去尝试这种感觉。既生活又有稳定，同时呢又不会太过规整。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客人做惯了很质感的发型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去尝试去变化风格，给到他一些新鲜感，这样你的客情粘性才会更高。那今天的分享呢，我们就到此结束，接下来去看我们的结果。